中美交手这么多年，美国人现在才想起来要知己知彼，多少有些可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忠诚 Talk。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对华的态度始终保持着戒备和敌意。你说这是意识形态斗争也好，说是一神教带来的极端排异倾向也罢，归根到底中美之间的关系如今已经是走向了临界点。或许也是因为各类带路党巧献崩溃书，让美国人一直在幻想着中国即将崩溃，从而让中国有时间走出了一条路。到如今，中美之间的厮杀已经进入白热化了，这是外界普遍的共识。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交手这么多年了，美国人到今天才突然反应过来，需要对中国知己知彼，着实是令人震惊从美国媒体了解到的消息美国3大智库之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最近成立了一个解读中国的项目，大致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英文资料库，要全面翻译中国官方文件、重要讲话和权威学术文件等等，促进美国的那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对华的全面了解。说穿了，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知己知彼，要了解中国。美国媒体后续的报道是真的让人感到荒唐，因为他们邀请的几个所谓白宫中国问题专家一直以为自己会读到关于中国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读到的却只是托马斯·谢林和格伦·施耐德。前者呢是美国著名的博弈论大师，后者是美国的政治学大师。换而言之从中美关系冷却并快速陷入博弈状态，美国政府进行决策时借鉴观点的各类中国问题专家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也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完全是凭空想象自己的对手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如何反制，如何进攻。这放在当前紧张的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是何其荒诞和可笑，都不如美国西点军校的年轻学生们还要把中国的《孙子兵法》当作教材来研究学习呢。往比较浅的角度来说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策略完全是靠自己的刻板印象在定义我们中国，而往深层次来讲，美国的那些所谓智囊研究中国的时候居然要依靠翻译。对比中国研究美国的群体就我所知，根本无需其他人翻译，直接就能看懂英文和其中的话外音。要知道，在这个一步慢步步慢的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人其实已经输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朋友跟我说美国人搞这个解读中国的计划，大量的文献和翻译，会不会让美国更多的普通人看到、了解到，然后反而让一些美国的有识之士认可并接受中国的理念呢？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持悲观的态度，因为很大程度上，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交接的矛盾，是王座更替的矛盾，极大概率只能靠血与铁来解决矛盾，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为了他们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即便看懂了中国，知道中国并不想跟美国争这个老大的位置，他们也不会放弃和我们中国为敌。这是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事情，改变不了，我们也只好做准备应对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